我可以有一个自私的请求吗？如果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明天晚上8点，我在金沙的螺旋桥等你。如果你没有来的话，我会回到我自己的世界，永远离开这里。 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。 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。 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；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我一直以为李瑞明已经死了，没想到我们都还活着。既然活着，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一切都是天意。那天意外发生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我不想死，可是从恐惧到绝望。 原来真的很短暂。我突然失去了知觉，我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，还是死了。直到我再一次见到光明。当我再一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在一间庙宇中。当时我满脑都是疑问，但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 你的伤还未痊愈，需要多休息。大师后来告诉我，是附近的渔民把我救起，送来这里。原来大师是这里唯一懂得医术的人。那阵子我在想，自己会不会就这样躺在床上一辈子，当个活死人？ 一开始，我脑海充满了恐惧和仇恨，恨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又害怕自己就要一辈子这个样子，直到死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
庙里的阵阵诵经声，让我的心感觉特别平静。我开始明白，是我让自己一步步走到这里，罪魁祸首是我自己。当我放下了恐惧和怨恨，我不再害怕，我豁然接受上天给我的惩罚。我突然发现，自己的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在床上待了将近2个多月，我终于能靠自己下床了。每天简单的一小步，都让我内心深深的激动。这40几年的人生，我第一次发现，健康、家庭和事业，我只是拥有了，却从来没有好好的珍惜过。谢谢大师救了我。佛度有缘人，我只是随缘扶了你一把。大师，请让我留下，跟随您吧。你的路还没有走完。直到我看到了自己打造的替身已经取代了自己的时候，我恍然明白大师的话。你成缘未了，这里留不住你。冥冥中，大师似乎已经预知了一切。涉嫌李建廷命案的嫌犯陈顺天，昨夜袭击了1名医护人员后逃离医院。凡事皆有因果，万事不离无常。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大师说的对，我的路还没走完，是我一开始就走错了路。是时候回头重新开始，把路走好。我不能让顺天一错再错，我也不能让你承担我的罪过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汇一笔钱给你，保证你脱离李瑞明这个身份以后，依然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难道你不怪我传案之后冒充你的身份吗？因果报应，你当了我，你有好过吗？你见过思婷吗？我以前做了太多对不起思婷的事，现在我一时还不知道怎么面对她。你放心，我会汇一笔钱给你，保证你脱离李瑞明这个身份后，依然可以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就这样从此消失吗？知道吗？就算你把我打进冷宫，我还是把你当成是我的国王。我曾经希望这辈子你都是我的主人。一家人要共进退，难道你让我见死不救，丢下你不管？我做不到。谢谢，没有放弃我，没有放弃这个家。生日快乐！让我重新回到你的记忆里。如果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明天晚上8点，我在金沙的螺旋桥等你。这个世界只能有一个李瑞明。
大哥，你别走。小天，小天，大哥，真的是你。大哥，我就知道你没有离开我，我就知道你没有离开我。你没事吧？该睡的晚上总睡不着，数着自己每一下心跳，这种煎熬，你并不知道。辛苦了。我一点都不辛苦。大哥答应要照顾你，结果呢，却害了你。对不起啊，大哥，你跟我说对不起做什么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！小天，咱们说说吧，不要一错再错了啊！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事情已经进行一半，现在正是完成的时候。想干什么？执行我们的替死鬼行动啊！只差最后一步了。以后所有的事情，就让那个替身去承担，好不好？小天啊，我已经让杨立伟离开了。我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新加坡了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让他离开。大哥，万一要是警察查到那个死去记者的身份，查到你身上，那以后你要怎么脱身啊？我会选择面对法律的制裁。小天，你也尽快离开，我会找人替你安排。所有事情因我而起，后果就让大哥来承担。可是，如果你还当我是大哥的话，就什么都别做，一切我来解决。好。其实你应该多笑，你笑起来很好看。是你的坚持和付出，才让这个家现在这么温暖，这么有爱。给你鼓励鼓励。现在不分你我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。我的确不是李瑞斌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是要刺激你，可是走了一夜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去哪里。
要时间宣布我痊愈，只好痛又有爱的勇气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，你穿着连身碎花裙，19岁的你，天真又浪漫。我们婚后的第2年，已经怀着子健。那时候你害喜很严重，还吐了一地。后来我们落魄了，没办法带孩子到餐厅去消费，又不想让孩子失望，我们总是到东海岸去野餐。那时候我对你承诺，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我也没想到，船难之后自己能活下来。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第2次机会，要我对你和孩子的亏欠做补偿。过去的李瑞明已经死了，我会好好的对你，珍惜你。孩子们，怎么了？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因为我不是你要等的那个人。看来大家已经接受另一个我了。你和孩子们一样，都期待着他回家。孩子们都还不知道，由始至终，他们都没有怀疑过他们的父亲是另外一个人。那就让它成为永远的秘密吧。他已经离开了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妈咪，你回来了。妈咪， Daddy， 你不是出国了吗？一定是坐过飞机啦。一定是舍不得我们，改变主意了。别说，我临时改变主意不走了。不用开拓市场啦。我决定安排公司的其他员工去执行这个任务啊，我留下来照顾家人。太好了 ，Daddy， 你回来了，那你以后自己照顾妈咪啊。对啊，不必每次麻烦我们，老实说要我们帮你照顾妈咪。别再说了，来帮妈咪准备晚餐。哎，妈咪 ，Daddy 都回来了，哪里需要我们帮忙？就是嘛 ，Daddy， 可以点菜吗？点什么？芒果沙拉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忙得过来。我帮你吧。
Daddy， 吃完饭我们一起打球。打什么球？打篮球啊！上次输给你，这次我要报仇，不过不准让我。今天的沙拉怎么跟 Daddy 在 Farmsy 做的都不一样？ Farmstay， 真的，没有那个味道。什么味道？也说不上是什么味道。好啦，那你们是吃还是不吃？吃。难得 Daddy 不必出国，以后又能天天在家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太开心了。自从传难以后 ，Daddy 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次数就快比我小学时一家人一起吃饭来得多了。Daddy 跟我打球的次数呢，肯定比以前多，因为以前是零纪律。好啦，别再说了，开饭吧。爸，对不起，记者的死，如果当时我知道收手，所有的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的局面。如果说顺天是害死你的凶手，那我才是这一切的祸首。这些罪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。这些年，害你委屈的装疯卖傻、有家归不得，这些错，我已经弥补不了了。我知道，你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瑞姐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尽一切努力去补偿瑞姐。你安息吧。你满意了吧？你这个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居然逍遥法外！是你跟那个杂种勾结，害死了爸。从小到大，爸总是特别宠你，让我非常妒忌，也变得好胜。总是想要证明自己什么都比你强，可是并没有改变爸对你的宠爱。结果，我开始讨厌你，慢慢的，我也忘了去关心你，把彼此当成竞争对手，才导致我们的关系变成今天这样。瑞姐，对不起。你说这几句废话，就以为可以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？我不奢望能被原谅，
过，等你出来以后，公司属于你的一切，我会还给你。你欠我和爸的，是要用命来还的。你还不起。 为什么还没有离开？你答应拿了钱就不再回来。我本来也想这样，如果不是看到思婷出现，赶来找我，我可能就义无反顾走了，忘了是你，忘了所有发生过的事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思婷决定给我机会的时候，你却出现了？我本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。家，你只是一个冒充者。思婷和孩子是我李瑞明的家人，你配吗？你是怎么对他们的？你本来就是想拿了8000万跟你的情妇私奔，远走高飞，不是吗？你真的爱过思婷跟孩子们吗？如果你不懂得好好珍惜他们，那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再次受苦呢？ 为什么不能让我继续爱他们，给他们幸福啊？我给你机会离开，你不领情，你还想夺走我的身份？我随时可以报警揭发你。揭发我？为什么不是杀了我？当初你决定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是准备让我死，让我当你的替死鬼。你早就想我死。 我好不容易帮你收拾一切的烂摊子，你想从我手里拿走我辛苦耕耘的结果？你休想！这个人渣！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，那我才可以完全的取代你。你杀了我，那你跟我还有什么分别？啊！ 大哥，陪我喝一杯吧。 小田，这是机票，到了那边一定要给我报平安。真的要我离开？该结束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？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只要大哥知道你是平安的，那就好了。不要再执着了，我们一起放下牵挂。好，如果我的离开真的能够让你放下牵挂，我答应你。
那就好。小田。 大哥，只要杨立威死了，你就能够取得一个新的身份，重新开始生活了。只有你重新获得幸福，我才能够真正的了无牵挂。 你还没离开，放心不下，想再多看看孩子一眼。他们都不是小孩了，会照顾自己。你不要担心。也对，都是大人了，也不是小孩。你如果再这样舍不得他们，恐怕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真相的。那就一起面对吧。别傻了，由始至终，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爸爸。那你呢？你还是走吧。我明白，有些路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，结局注定是遗憾的。不过我真的没有后悔。那天在桥上，我看到你来，谢谢你，愿意给我一次机会。只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。 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没想过，我买了单程票，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我这辈子啊，总是和幸福错过。 可是这一次，我一点也不难过，因为我要把他留在你和孩子身边。让你们永远幸福快乐。换我爱你，换我陪你。
大师，我是来向您道别的，感谢大师这些日子的照顾。我并没有做什么。我这一条命是大师捡回来的，这份恩德我会永远记得。那你还是把它忘了吧。忘了。世俗之苦就是还不尽的恩，欠不完的债。大师的意思是，人生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一切都是因果。难道就没人能逃过因果吗？逃得了因果，逃不了无常。人生无常，任谁也不知道因果报应何时会降临。凡事太近，则势必缘分早尽。切记，要放下执念。大哥。一切都是因果，要记住，不要再恨任何人。所有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就让我来结束吧。你是我心深处的炸药。大哥，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大哥，大哥，没关系，大哥，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家，没事了啊。我为了冒充李瑞敏的事，向警方投案自首，准备还原自己的身份。放心吧，只要我行为良好，很快就可以出去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见到顺天了。你的命盘啊，本就是个富贵命的格局。唉，就是因为你这张脸长坏了，坏了你的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可以替你改命哦，只要改头换面，一定能够让你大富大贵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命理师陈顺天，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联络。哎，那是我的名片哎，你怎么把它吃掉了啦？他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好转。亲手杀死瑞明这个打击，对他而言，肯定比杀死自己更残忍。这应该是老天给他最大的惩罚吧。也许他这样，比清醒着痛苦好吧？哼，本来以为能掌握别人命运的人，结果连自己的人生都赔上。
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只看到别人的问题，永远逃避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一开始我不逃避，正是瑞敏给我的问题，也许今天的结局就会改写了。没有如果，只有因果。我希望出狱之后，能以杨丽薇的身份，堂堂正正面对子健、嘉文还有你。不必等你出狱，你已经是杨丽薇了。孩子们有东西要我交给你。海马蒂，我就知道我爹地的篮球打得没你好，别忘了我们的篮球约定。等你回来。 Daddy， Hi Daddy， 谢谢你每一次那么用心演绎父亲这个角色，制造了许多表演机会，让我这个演女儿的有机会发挥。如果你愿意演续集的话，记得让我继续演你的女儿 ，OK？ 不管这世上谁主宰着因果报应，但我们都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想要就去争取，得到就珍惜，错过就忘记。嘉文依旧继续追求他的梦想，在演艺圈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定位。而子健则找到了一个发挥自己所长的工作，在一间手机程序设计公司编写手机软件。至于我，原本带着贪恋入侵思婷一家，但没想到最后却被他们的真诚感动，对他们付出了真感情。所谓无常，莫过于此。经过大风大浪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平淡度日也是一种幸福。我不知道以后的路会如何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必有美好的未来。变成真心，感到庆幸，有好多事情都值得回忆。我会一直想你，练习平静，到时间宣布我痊愈，只好痛又有爱的勇气。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，去学会